们求婚花了多少钱呢好了，差不多啊。 ？Hello，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Kaki Chats， 我是西爱，我是 Deborah， 我是 Royal Peck， 我是 Benham 范平庚。我们今天其实来这边就是要谈关于求婚啊，然后我们男的女的嘉宾都有，所以我们要听不同的角度。男的先分享你们是怎么求婚的？所以本来是要去年求婚的，我就有一天洗澡，就突然间想到一个点，就 OK，3月16号 ，yes。 你在宣布的时候，0316，呀，我就问他妈妈，他就讲，哇，我等你这一句等很久了。哇，我 feel 到那个 happiness 那你什么 plan 呢？他就跟我讲 ，OK， 我要有灯，地上有灯，然后旁边可能有照片，这样就是我们的 memories。他就会带我到一个角落，然后你还有你的 band 在那边唱歌给我，这样，然后后面可能有一些那个当然就很 clear 了嘞。对。这样很好啊，你背很容易嘞。所以我就 OK plan 好这个东西，我就找 venue， 可以找到了，我就 text 他的姐姐，我就说，sister， 这个 plan 是这样的，这样，他就讲，哈 ，you going to do like that？No， reject all you。那时候我心想就是，是我求婚还是你求婚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求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跟他的事，我觉得是大家的事，就是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还有我们两个的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 ，OK， 不用紧，我就问他的姐姐，就是那个 plan 是什么。最后我们就聊，突然间他就讲说 ，Why not？ 你做一个假的 show or something。我就想到 ，OK，Why not？ 我就做一个 podcast 这样。所以我做了一个 fake podcast。他是一个很精的人 ，because of 这个 proposal right 的前一个礼拜，我需要跑来跑去嘛，所以我就故意叫我的妈妈带他去台湾 ，so I paid for the flight tickets。哇，没有 ，when 他要回来的时候 right， 那个 flight delay， 他睡2个钟，他就来 podcast， 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很 shake 的，我就会在那个 podcast 到一半突然间停电，真的关，还有 crisis， 哇，停电。还有他已经写下来啊，旁边这里有一块黑布，你按它会叮，连那个东西掉下来。停电，我就假去那个 electrical box 就去 check， 然后我就其实走去后面，后面是我的 band， 还有那个 balloon 那些 combine 2个 idea 啦，是我 combine 对，还是有 photo， 哇那 photo 是在我后面，我就做一个 special video 给他啦。所以就到一半就突然间那个就掉了，然后就求婚了。我 proposal 的时候，我怕到我的 speech 我的卡片是给我的 family member， 他就一张一张卡拿上去给他。他自己读我没有读，我就在后面等，我听了我就已经差不多要哭了。然后我唱到一半也是差不多要哭了，天时地利人和啦，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然后这个 proposal 就很顺利了，就这样咯。哇，很好嘞，还有，我觉得很好嘞。那我不要讲了啦。可以啦，我们要听你的啦。可是我的 timeline 更短，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屋子我是要去拿锁匙了。哦 So I have a time to meet， 就很容易猜到嘛，所以我就 plan 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不是后天。没有到这样紧啦，没有啦，没有这样紧 ，maybe 来几个月的时间，所以 had to happen within those few months。女孩子是最想要被 surprise 的嘛，所以我就为了不要让她猜到来，我就 plan 了几个东西咯，好像有一个 cruise。有一个 overseas trip，ultimately 就 decide on 一个 cruise。我觉得 OK，proposal right 有2点，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是有 family and friends。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不用去猜，我直接问他，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求婚的这个定义有点不一样嘛，他的意思对你来说也是不一样，所以我是要比较热闹一点，我觉得比较 OK， 大家来见证这个神圣的一刻嘛。可是对他来说是很 awkward 啊，我不要了，连我的 parents 看，连我不懂am I supposed to kiss you？ 所以最后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话就比较容易可以出国嘛。那个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要拍下来啊，还是我要 plan 那些 set up。呀，就很麻烦，overseas 很麻烦，所以女生真的是不要想什么 overseas 求婚啊，不要，真的很辛苦。我就想 ，OK， 那就 in between cruise，我就叫了我的2个朋友，就是一起特地啦，买票给他们上船。我的 luggage of decoration 是他 check in 的，我们就要故意 plan 到好像这个 check in timing， 我朋友要很早，所以我的朋友是去帮我 set up 而已，他不可以进我的房间，他没有我的 key 吗？那你要去厕所给他 key 啊？对，我就去厕所。哇，你看是有 plan 过的人真的，因为我就是好像一到那边我就讲哇肚痛哎，
肚痛。肚痛的 serious？所以when 他去 Q40 那天，我跟我朋友就冲进了房间，那我讲你 set up， 我要回去了，不然去多了没有这样久了。我觉得他有猜到有可能会在那个 cruise。But maybe second day， 所以马上我就第一晚了，我买好 everything 了啊，那个灯 everything， 哇那些刀啊，我跟那个 staff 讲了，刀啊，那个弄成一个来，分了，不是 elephant 啦，那个酸呐，那个灯，那个我们的照片，那个花什么什么这样，但他有 surprise 到吗？他就直接哭，我觉得他讲他等这一天真的是蛮久了，因为我们是要拿锁匙啊 ，everybody expecting me to 求婚了。可是我就是讲，OK， 如果每个人现在一直要我这样求，我就是不要现在求，太明显了。然后我就 drag 哦，他就是叛逆的。对你，讲，哎，你下个月应该是下个月求婚了 ，right？ 我就马上不要求给你看。我就是讲真的我就 following man 了。 ，Oh my god！还有开心到人，对我来说也是，你自己开心吗？我很累，honestly， 很累，那天真的很累。哇，真的不容易耶！你的老公你是不是也 plan 了很久？他也是很好笑的，他不可以 keep surprises 的。他买戒指咯，那一天就好像有一点好像走啊，好像一整天要跟我讲东西这样。可是那个 ring， 我们有一个 drawer 啊，就放我们狗的零食。狗的零食，然后你看到，我一看我就。你看到那个 ring， 我就看到那个 ring， 把你懂为什么我这样发现吗？就是好像我的生日是11月13号这样子，然后他就10月的时候问我讲，哦，你的生日我们早上我们去做这个，然后下午这个，然后我在想，哎呀，这个男人就是这么 last minute 的哎，不可能他1个月前就已经 plan 好了，所以啊，肯定是有一点 suspicious 这样子。所以的 proposal 是在你的生日，我的生日，我只知道是那天我的生日。我不懂他要怎样做，所以他 plan 好像一整天我们出去 had a very good day。then 他讲 OK， 我们现在回家，好像我们在 rooftop 吃晚餐那种东西啦。上到 rooftop，then 就有两盘牛排在那边，他妈妈煮给我们吃。他的 private chef 他妈妈煮给我们吃，然后就有 balloon set 到这样子，就讲你看那个天这样好看，那个云 OK， 我们来拍照。因为我跟他讲，我 proposal 就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只要一个人，另外一个是好看的照片。可是他是一个男人，所以他只听到一个而已。他就听到一个人的照片，他就没有听到那个好看的照片。然后叫我的哥哥上来帮我们拍照。Oh my god，the worst！ 那他哥哥上来帮我拍照，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拍那个天嘛，这样子好 cheese， 然后他哥哥就拍，等一下好看，你们看一下。所以我们看的时候zoom in 那个 background， 我们那个 neighbor opposite the block。他们有一个 banner， 讲 Will you marry me？ Oh my god！ 所以我们 opposite building 我们的neighbor 就帮我们 hold 一个 banner 写。哎，quite cool 有推噻。然后我就看我就哭了，我不知道我在哭。哎，that's very creative。他要跟那个邻居 liars 嘞。Are you ready? Like I'm coming up now. Okay. Hold the banner. 等下上去拍了就 hold. I thought it was gonna be a very bad story. I thought 没有，I thought 什么？来他 zoom in 哦，然后看到他 neighbor 没有穿衣服在那边这样。对，我还以为是这种，没有他拿 banner 哎 ，Oh my god！ 可是那个 video 就我在哭的时候那个脸就很红啊，就是他的 brother zoom in 到我脸这样子拍照。可是那个 video 真的很难看。然后就 immediately send 去那个 extended family group chat。我的妈呀！因为我知道他会叫他的哥哥拍照，right？ 所以我那天前就讲，哎呀，我照片应该是不好看。我就上 Pinterest 去找 post 了，因为我知道应该不可以 capture 那个 during the moment 好看，所以我就找那个 post moment post。说你满意吗？其实我是蛮满意的啦，我很喜欢，好像只有我们2个人这样子。可是他很喜欢有他的 family，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楼下就有 family 全部在那边哦。我这2个 preference 都有照顾到。我跟他讲，我要只有我们2个人，我要比较好像简单，是因为以前我其实有在一个求婚的company internship， 所以我就看过好像飞那个 drone 啊，他们有一次他们plan 一个整个 play。你做 podcast right？ 他们 plan 一个 play， 一个 drama， 好像一个 drama， 带那个女朋友去看一个 play， 他们好像有一个 play 的名字啦，然后他名字 reshuffle 是 Will you marry me 这样子。什么鬼？对，50到80个人在那个 set， 那个 play is like 可能是 story about them 好像。哇，很酷哎，这个超屌的。这个酷哎。因为你看这样多求婚，这样多 high standard 的，那你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其实我越看我越想，哎呦。
比较不用 simple 比较低调一点啊。我是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喜欢不一样的类对是啦啊，是对，每个人好像personality 不一样。可能我越长大越内向，觉得可能我要比较那种小心那种啊。像你们的理想的求婚是什么啊？我的是 flash mob 哦。哦，因为我觉得 flash mob 是很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因为我是很喜欢跳舞。可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就想，actually 你又不是做给观众的嘛。对，求婚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老婆，她喜不喜欢？所以她还跟我讲她社恐，这样你会后悔吗？没有做到你的理想求婚？没有她不喜欢吗？所以直接是 out of the question。我是本来就是想要 private 啦，他要他的好朋友在，哦，明白。连他的家人在，最后就 OK，we came to a， 就是在中 middle ground， 就是我请来的朋友都是会是我们的 brother sisters for our wedding day， 可能也是有顾虑到每一个人的感受啦，就可能他姐姐，然后妈妈，他也很重要，然后最后也想说，哎 ，actually 到头来如果我没有做到我自己想要的 proposal， 我也不会少一块肉啊。他高兴就好。其实我觉得哦，我们只要把他们的那个快乐放为第一的话，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会做得很好，都会 flow 的，对 flow 的很好。他开心的话，你自己也不可能会很伤心，因为没有做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嘛。所以你们不会觉得说求婚会常常忽略到男生的感受，因为要跟着那个女生，会吗？这会嘞。会啊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东西都会觉得，可能男生应该体贴多一点，要有多一点耐心，男生应该多一点关心女朋友还是老婆。你们好像求婚了，then after that 女方有没有好像求婚 bag 这样子？没有，你的有些人他们是讲，男方不是买戒指咯，那女的就那女的买什么？女的就是 something。我们就好像讲笑话，我就问我的老公啊，这样你要什么求婚戒指？然后他就我已经看到 Carousel 是可以有个 PS5 那个。Oh my god! Exactly what I did. Exactly what I 我已 did. 经是很灵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去 collect。 Yeah. 那天我们就去拿那个 PS5。哦， I just wanted a game. 他也有问我，我就讲不多啦，一只手表就可以了。哇，不多啊，不多对，一只手表就可以了。哎，为什么我也不女生不可以求婚啊？可以啊。我有朋友是我女 legit 生 question 求给男生，因为她讲她的老公，她一直等，她的老公就是不要求，她就讲她 don't care 了，她去买一个戒指，她跪下来跟她老公求婚，哇，真的啊。真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 in relationship 是好像 some things are 是男生的 ，some things are 是女生的，你知道吗？来我觉 what？得哎呀，来来 what？求婚，我觉得要男孩子，因为我是喜欢一个人家追我的感觉。哦如果你说这是一个个是重点，不想追人家的，这个是重点，这样说这个我们两个就不 match。说这个是重点，要看他们的性格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的这个社会，会觉得男生就是求婚的那个。如果你叫女生求婚就奇怪，可是你会喜欢你的女朋友跟你求婚吗？不会耶。我会耶，你会喜我欢？会耶，我会耶，找到了。我不是那个很主动的一个男生，然后我会有很多担忧，然后我会怕，有时候可能对自己没有很大的 confidence 啦，信心没有很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是被动，还是要给女生很大的 credit， 因为她们需要度过每个月的那个安迪。然后还有那9个月的那个跳去那边的。也很辛苦，然后他们还要帮我们就是生 baby 这样，所以我觉得求婚这个东西小辛苦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求婚其实不是辛苦，我觉得好像很浪漫，所以好像没有，因为不是每个男生都很 meticulous， 很细心的去 plan 这些东西。其实结婚跟求婚应该都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辛不辛苦？我觉得其实都是你看你要自己做多大。Hello， 还没有认识到一个男生会觉得，哎，我后悔过。我没有听过，就是他求完婚然后讲，怎么做到这样大啊？他没有后悔了吗？完了，是为什么要花这样多钱？而且你们求婚花了多少钱呢？戒指算出10多千吧，好了，10多千啊。不要了，差不多啊。我花10千多。你是蛮惊讶的，你老公没有花这样多是吗？他的是 neighbor 在哪里？你会拿嘞？没完钱，他妈妈煮牛排给我们也是 free。他这样买戒指就好了。啊，对，他好像只是 focus 戒指。我的 ring 然后我跟 Zara 坐在那边，他 measure 他的手，连问他这个 design OK 吗？哦，
错，你直接去带他去选一起 ring 买了了啊。啊，一起哎，买了有些人。也是这样哦，OK 嘞。 The only thing that 我觉得可以做好一点是这个啦。他有娘，他讲，我老，你买一个 ring， 你都要带我去，连 measure，连就是这样娘啦。我觉得女这样子去生还是会在看到那个 ring 是第一次看到哦，有一个 effect 的。而且那个 design 那个 draft send 来哦，我4月 forward 给他。什么鬼？我不可以，所以我的老婆不可以。她讲我可以大概给你知道，我没有去几个 jewelry 店看，可是我 final 不会 product 跟你我不要知道是长怎样。哦。可是我跟你讲啦，虽然他看到那个 design 哦，but after that 哦，还是酷，他还是哭 and 他还是很喜欢那这个还是一个那很因为你神圣。穿上去对哦，那个他还是感觉不一样，对那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真的。第几天就好像哈，很热，我要去拿咖啡，用这只手指拿下去。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那个戒指要是3倍你的哦我有听过我有 salary 听过啊啊，我不懂这个，我没有听过这个嘞。对，这个 rule 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很久以前会讲会我会不会来这样？对你惨不会，所以没有，这个不是一个band单，不是一个 religion 的东西。你的哎会这样会你花多少？700块是吧？哦，我可以丢到哪去？因为以前还没有 lab grown diamond 什么之类的，diamond 很贵的嘛，呀，所以他们讲你一定要就是你现在赚多少钱，你 times 3你的 monthly salary， then 你买那个 diamond for 他们就有一个 system 哦，啊，to find out 你一个男孩子的 monthly salary 这样子。我以为是好像人家在讲，我应该买多大，然后讲，哎呀，你 just 买 times 3哦，不是买到你还不起，对对对对可是你又会有点痛呀，对那种 measure。因为我是以为就是guideline，就是让你不要花太多。我没有管这个 rule， 很 toxic 的一个 comparison 啊。为什么你要买3倍？为什么一定要3倍？不需要啦。啊，好像我有些朋友是觉得，不是 Tiffany & Co 我不戴哦，哇那种，很。可是我是觉得，我戴也没有人会是这个是 Tiffany & Co 吗？我本身觉得不用浪费那种钱，所以是一定要看那个女方讲感觉。可能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我觉得这个可以花在家，可以花在 travel。那你们花那么多钱，你们觉得值得吗？值得。哇，我跟你讲 ，after 那个 proposal， 我的朋友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bro，proposal 做得好，你以后会过得好。我也是觉得你做的不好啊，你对30你会年后永远记得，还可以再听对不对？你会记得啊。哎，我跟你们想法不一样嘞。我觉得说求婚没有那么重要。哎，其实我老公跟我求婚的时候也没有求得很好。然后我这一直娘他到现在，我还在娘他。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后悔啦。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在等一下，讲吗他没有求的很好。对，不要重要。哎，矛盾哦，对咯有矛盾的点哦等。一下，重要等一下，没有求的很好是多不好。那时候他是在Batam 的 Montego Resort 那边，就是也是在一个 hotel resort 那边求婚。重点是他求婚的时候他没有给 speech 他没有准备一个 speech speech 他是有很重要对他没有 speech， 因为我觉得我 speech 很重要，因为你要听说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心情那些。但他就没有讲，因为他就有准备很多一个礼物，这样要我猜。然后礼物里面很多个盒子，就是一个拆盒子，里面多一个盒子，再拆，多一个盒子。我不是小孩子。那你以为最后一个会是那个戒指？不是它只有一个是卡来的 anniversary card 那种。然后我就要 scan 一个 QR code 哦。什么？还卡有 QR code，它只有那种 AR 的东西出来，但最后就是 Will you marry me？ 那个东西出来 Will you marry me？ 然后我就看着他就看着我，但我就等他要讲话是要下跪，他 shock 到他没有办法讲，然后就等我，然后就 yes， 他其实是没有讲到 speech 的。他可能吓到，因为他吓到你吓到。那你到现在你娘他是讲娘，所以我就娘他说，你看你每次没有给 speech， 所以我来这边之前我就讲说，你看你那时候没有给 speech。你看你那时候没有给 speech，你没有给 speech，没有给但是但是我觉得说他虽然求婚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后面那个婚姻的生活。哎呀，所以我觉得说你刚才讲说求婚好对吗？连过后生活就好。我觉得求婚不好也不要紧啊，因为我要结婚的是这个人，所以他就算那个人，我已经懂他不是一个最浪漫的人，是最 creative 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就接受他。Sometimes it's thoughts that count。万一没有 proposal， 我那个我觉得没有 effort。我有一个朋友，他没有 propose 到，把那个 wedding dinner 已经 over 了。对，这个很夸张耶。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 ROM 买房 dinner， 有很多时候 Zara 有讲，你不要用买 BTO 来跟我用这个 as 来求婚这样。我就讲会咩？他讲呀。
很多男生都讲有些人就代替那个 assume 觉得就是我都问你要不要 BTO 了吗？你就是讲 OK， 就是求了吗？啊，要不要 BTO 跟我 You Marry Me 不一样啊，是这个那个 different 啊。对对，这个不一样啦。求婚是觉得是一个意义来的，对对对对就算是好像一个 tradition 也是要做，就算一直懂那个人会讲 yes 也是要做，哦，是一个 gesture 来的。 Zara 有讲一句，他讲 even if 那一天我不开心，我也是会 accept， 我也是会讲 yes， 可是你要补过。如果你做的不好，我还是会讲 yes， 因为我不会让你难看这样。可是你自己要自动，要做多一个给我这样。因为我刚刚跟我老婆有这个话题耶，她讲我 You ever propose again？ 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是 no， Why she ask that？ 就是好像一个 reaffirm， 就是这再多10年后这样啊。你应该可以酷嘞，很酷，所以我觉得 Oh my god I can do it。是好像ring upgrade 那种感觉，是不是？不要 upgrade 啦，你可以再求一次，不是很帅。这样你们对于那些要求婚的人有什么建议？爸爸妈妈要同意，你要去问，我觉得要去开口问，而且不要随随便便，很像可能在车上这样问，最好是我那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so it's like a proper setting。I think 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代表你对他的尊重，还有你对他的女儿的这个一个承诺，承诺啦呀，也最好是服从，还是把他的 ideal 的这个 proposal 给做好这样。可是我要给的 tip 是，你也不用去 try to surprise 你的女朋友太多东西什么之类的，可以直接问。我觉得你可以先直接去 find out 她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你要有朋友在吗？你要单独吗？你要怎样？怎么？那你再去 plan， 我觉得会省很多时间跟金钱。对，所以我老公啊，其实他很厉害，他早问。哦，对，你也可以很早问。所以我们好像拍多早才几个月哦。那时候我们就 I think 我进去好像 Pandora 去找present for 我的朋友，他就直接跟那个人讲，你可以 measure 他的手吗？这样子。Serious？ 啊，我就有点吓到这样子，哟，他就没有啦，我先 measure 先嘛，以后要用到我就不用再问你嘛。我这个也是很屌。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所以不会好像哦，他这个很已经好 suspect 了，你才问，哎，你要什么？对，所以你早去啊 plan。他已经写在个 notepad，已经写了啊。不要去比较。我为什么会唱歌？因为那首歌是我写给他的，然后我也是一名歌手，所以我觉得做自己擅长的东西，你的 partner、你的未婚妻一定会感动的，然后就直接 yes I do 了。我们今天听了很多故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你们求婚的时候就是不要比较啦。求婚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怎么别人有这样，我的没有这样。因为只要两个人开心就好了。对，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